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别撮合了，陈晓的爱一点也拿不出手，当年就是他伤赵丽颖最深。赵丽颖、陈晓与陈妍希的情感漩涡，顶流逆袭，渣男滑铁卢，爱情不是演电视剧。中国娱乐圈一年离婚大戏不少，可谁能想到陈晓和陈妍希这对看似平静的荧幕 CP， 会在2024年初突然官宣分道扬镳。更劲爆的是，网络上一片感恩陈晓没娶赵丽颖的声音，居然压过了对陈妍希的同情。明星八卦总是新鲜可口，但这场三角恋爱恨情仇背后的真相到底多狗血？陈晓真的是渣男专业户？赵丽颖靠自己的硬实力逆风翻盘，和选错人的陈晓、陈妍希走出完全不同的人生剧本，谁才是真正的赢家？这背后的剧本远比电视剧还精彩。娱乐圈的故事总少不了对立和冲突。赵丽颖一路逆袭成顶流小花，获奖接到手软，国家认可顶流女神光环加身，成为最励志女演员之一。反观陈晓，事业负面缠身，感情生活一地鸡毛，连离婚都要被群嘲。粉丝一边倒，网友甚至发明新词感恩陈晓不娶之恩，疯狂给赵丽颖点赞买单。有人说陈晓是感情里只想当时间管理大师的人，各种暧昧不清，也有人替他喊冤，称一切都是公司包装，娱乐工业的牺牲品。究竟哪一方说的对？表面狂欢，背地暗流涌动，真相比流量还难搞定。你觉得娱乐圈真有那么多戏，还是网友看得太投入？话说回来，赵丽颖和陈晓的故事要追溯到2013年左右，那时她还不是国民度爆表的赵丽颖，只是一个拼了命努力的农村出身女孩。陈晓懂得把握机会，两人合作《陆贞传奇》《还珠格格》，你来我往，默契十足。剧里情深意浓，戏外互动频繁，媒体来回蹲守，把两人 CP 赚绯闻赚到天花板。有人信誓旦旦说他们在一起过，有人认为只是噱头。普通观众倒没想那么多，网友热评比剧集还精彩，有说娱乐圈感情都是套路的，有说赵丽颖太傻太天真，也有磕 CP 磕到飞起的真情实感粉。那几年，赵丽颖直来直去，在公开场合也不遮掩，陈晓吗？就腾挪闪躲，提起感情，永远公司说了算，合同指挥行为。一个爱的坦荡，一个躲得别扭，仿佛一场你追我藏的博弈。普通人感叹，一对从草根到明星的励志偶像，怎么就成了彼此成长路上的考验题？网友调侃，娱乐圈的爱情比职场难太多了。这种表面上的平静并没有维持多久，合作期的热情过后，各自的路也渐渐清晰起来。赵丽颖事业上升，影视邀约不断，奖项一堆；陈晓则开始转向《神雕侠侣》，结识了台湾偶像陈妍希。新感情的火苗点燃，一切似乎进入了新的阶段。坊间戏称他脚踩两条船，网络热议一时无双。可陈晓始终保持世外高人姿态，从不拆台，不公开，不否认，好像无论谁下场，他都能全身而退。这期间还有个小插曲，有综艺让陈晓现场打电话给圈内好友，偏偏选了袁姗姗，赵丽颖吓得连忙出面护场，结果好心没好报，被舆论攻击到体无完肤。陈晓却像消失在热搜的男人一样，啥都不表态。谁都以为事情到这里算是个了结，毕竟各自都有新选择。可谁知道，冷静的表象下，赵丽颖的粉丝、陈晓的黑料、陈赵 CP 的磕糖党还在拼命挖旧账。与此同时，陈晓对新女主陈妍希越来越上心，网络公然表态保护女方，俨然一副新恋爱宣言。局外人看热闹，
局内人心里有本账。赵丽颖知乎取关了支持陈晓的圈内好友，甚至后来直接取关陈晓，川剧变脸都没他们快。以为风平浪静，实则暗波不断。陈晓的激流勇退是感情模式，让别人吃尽了苦头。反对声音也来了，有粉丝站出来替陈晓讲话，小伙儿哪有错？都是娱乐媒体恶意带节奏，艺人也得生存。可更多观众认为，你要是敢爱就要敢当，打着公司安排遮掩自己的冷漠，实在说不过去。这时，陈晓的社会形象基本定型，业务能力有限，感情上畏缩不承担。就在大家都以为瓜已经吃完的时候，2024年初的离婚大新闻让一切反转。陈晓和陈妍希合作《神雕侠侣》结缘，婚后看起来风平浪静，实际上早已是危机四伏。根据圈内知名八卦卓伟爆料，从2023年起，夫妻俩已经长期分居，甚至到了互相拉黑、见一面靠助理传话的地步。重演当年对赵丽颖的冷漠，陈晓对陈妍希同样采取躲闪、拖延、冷暴力，甚至连陈妍希父亲葬礼都不愿现身，亲友说破了嘴，他照样置若罔闻。更有网友扒出，陈妍希曾多次在节目上无奈吐槽，曾经的甜蜜全都烟消云散，生日没了一场，孩子出生都成了单打独斗。曾经那个会为他在微博上和黑粉硬刚的陈晓，如今变成了消极应付的丈夫。不光是事业遇冷，更是感情世界的滑铁卢。网友感叹，不敢想赵丽颖要是当年嫁给了陈晓，会不会也步陈妍希后尘？这个问题反复被拉出来，成了娱乐圈最长寿的如果。此时此刻，赵丽颖早已完成蜕变，事业和人气一飞冲天。再看陈晓，他的懒散、游离和冷淡早已无法掩饰。原来错的人，多年以后依旧是错。之前于正新剧本流传甚广，讲述彼此错过多年后又离婚再相逢 ，CP 粉激动不已。但现实是，赵丽颖用实际行动拍拍手，和前任划清界限，完全不给余地。很多读者这才恍然大悟，原来赵丽颖当年别来沾边，是人生智慧的顶级表达。曾经用错了心，但越早抽身，反倒能迎来大翻盘。反观陈晓，多年后既得不到理想中的爱情，也丢掉了事业背书。古人说见多识广不如及时止损，这对陈晓来说绝对是血泪教训。不过你以为故事就此结束？事情远没这么简单。陈晓、陈妍希正式宣布离婚，社交媒体上一片平静，表面共同抚养孩子，一副各走各路的样子。可实际上，这场离婚背后的分歧比以往更难处理。首先是财产分割，涉及到两岸婚姻的特殊性，往来手续繁琐，孩子教育问题，双方风格差异巨大，一个强调自由成长，一个希望严格管理，妥协成了最难的活。陈妍希想要体面翻篇，成全自己新的生活，却频繁遭遇网络讨伐。有人骂她不够要强，有人质疑她再好也嫁了错人。陈晓粉丝反过来倒打一耙，说是女方不会经营婚姻。两边战火不断升级，谁都不想先低头。正所谓离婚一时爽，抚养路漫长。两位主角的名气又让他们每一个选择都变成公众事件。表面看似各得其所，实则心里都有本难念的经。并且离婚没有法定错对，谁也很难全身而退。原本企图回归正常生活的陈妍希，不时会被追访、被挖旧账、被冠以失败婚姻案例。整个娱乐圈里，有几人能真正做到体面分手呢？遗憾、怨念、误解，注定难以和解。大道理大家都懂了吧？那些影视剧里蜜汁美好的爱情，现实里很难走到岁月静好。有人说，行业泡沫吹上天，感情也就越编越假。
陈晓这个勇于承担的男演员，现在离婚了，算不算担当？从赵丽颖到陈妍希，每一段感情都能甩给别人一句公司要求外界压力。真要这么说，那离婚也能赖到天时地利人和了。好像他的幸福都是被别人给耽误了。夸他一生机智担当，结果苦的都是前任和身边真心待他的人。人设可以包装，生活的自己承担。娱乐圈没几个真傻子，好像大家都是在努力配合你管理时间，唯独你把情感当成了流水线，巧妙躲避，推卸责任，到头来身边人一个比一个惨。前有赵丽颖快刀斩乱麻，早认清渣男路数，后有陈妍希用尽柔情也换不来体贴。这样的男人，假如不是靠点颜值、流量，怕早没人买账了。现在回想当年那些克生克死的 CP 粉，倒更像给别人做嫁衣。谁敢再一次大胆追梦？是不是都要留个心眼？陪跑久了，谁还不懂得抽身自保？夸一句陈晓你真的厉害，把人生活成了连续剧，其实都是拿别人的伤口做文章。你觉得赵丽颖的别来沾边是智慧的选择，还是无奈之举？陈晓在一次次错爱和错过中，到底是娱乐圈的悲情男主，还是活生生的现实版负心汉？你会选择相信他只是环境所迫，还是他习惯性逃避责任？评论区说说，你更怎么看这段人性大戏？